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从流量顶流到3赛道断层第一，肖战模式如何颠覆内娱生存法则？2026年6月11日深夜，微博电影之夜线上荣誉推荐榜单刷新出来的时候，娱乐圈数据观察者的群里安静了大概3秒钟，然后炸了。不是因为结果多意外，毕竟提名名单早就出来了。肖战的得衔紧致从入围开始就被盯得很紧，而是因为那个数字长得不像话。3个赛道，同一个人的名字卡在最前面。年度喜爱影片 TOP1 累计推荐3453.7万次。年度瞩目男影人 TOP1 累计推荐3180.8万次。年度银幕搭档 TOP1 累计推荐2663.1万次，3项合计砸出了近9300万的推荐值体量。更重要的是，这是该活动历史上首个3个赛道推荐值均破1000万的影人。你说这是粉丝刷的？每次这种量级数据出来，评论区第一条永远是这个。但稍微扒一下这3条赛道的设计逻辑，就会发现他们测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年度喜爱影片拼的是片子的腿能不能自己走，年度瞩目影人拼的是路人愿不愿意为一个名字按下那个按钮，银幕搭档拼的是2个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有没有让人记住。3条赛道同时破1000万，而且没有第2个人做到。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把镜头拉远一点看，因为真正耐人寻味的不是他又拿了第一，而是他拿第一的这个场域，恰恰是内娱公认最看流量、最不留情面、淘汰率最高的那张桌子。但比数据更刺人的，其实是这个时间跨度本身。从2019年6月《陈情令》把他炸上顶流位置，到2020年2月被同一套流量机制反噬到几乎清零，再到2025年至2026年，他出现在央视8套黄金档收视冠军剧，出现在微博电影之夜的3赛道断层数据里，中间隔了差不多6年。6年是什么概念？内娱选秀体系里，一批练习生从出道到被遗忘的平均周期。业内很多人默认就是18到24个月，2年一轮换不是玄学，是算术。热度半衰期极短加风险集中，塌房失误舆论反噬加资本随时撤踢等于大多数顶流本质上是一次性电池。在这个模型里，肖战应该在2021年就完成他的被替换流程了，他没有，不是因为粉丝嗓门更大了，而是因为在那段所有商业支点被抽掉的时间里，他往桌上放了别的东西。这就是肖战模式的核心样本价值，一个罕见的实现了商业价值与专业价值共振的案例。它既是电影得衔紧致的票房0要4000万成本收获 4.08 亿票房，又是品牌方眼中的确定性引擎，代言续约率超 70%。合作品牌超35个，更是正剧赛道的国民度突破者。《藏海传》累计有效播放 23.79 亿，居2025国剧播放排名榜首。这种票房0要与品牌宠儿集于一身的肖战模式是如何构建的？它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还是可被借鉴的转型路径？本文将跳出对艺人个人成功的常规赞美或争议，采用宏观的艺人价值评估模型视角，将肖战的商业与艺术成就视为一个可分析的商业样本。肖战的转型并非偶然跳跃，而是一个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可以拆解为3个清晰的关键节点，每个节点都在为下一个阶段积累势能。第1集，口碑筑基，切入专业圈层。关键动作发生在话剧舞台，肖战参与《如梦之梦》巡演，3年间完成了72场演出，饰演5号病人这个角色。这个选择的意义在于远离浮躁的影视工业，在舞台现场锤炼演技，
积累严肃的行业口碑与专业人士的认可。话剧表演无 NG、无替身、无后期，72场演出零失误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最好证明。有观众在剧评里写道：“他不是在演5号病人，他就是5号病人。”那种被命运捉弄却无力反抗的绝望，就是他自己过去1年的写照。这份舞台历练成为他后续表演的底气，在《藏海传》《德贤景致》等影视作品中呈现的细腻演技，恰恰印证了《如梦之梦》对他表演能力的提升。第2集，国民拓圈，夯实大众盘面。关键动作是主演《梦中的那片海》等年代正剧，以及备受期待的《藏海传》。这2部剧的共同特征是央视黄金档上星播出，题材严肃，受众广泛。《梦中的那片海》首播时收视率登顶，酷云直播度达 1.6%， 因访问量激增 257% 而短暂登录不上去。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破23000，猫眼、灯塔等网络平台热度数据 TOP1。藏海传则更为惊人，累计有效播放达 23.79 亿，集均有效播放量 5949.9万，稳居2025年国剧播放量排名第1。这种选择的价值在于，借助优质正剧的题材优势与播出平台，触达更广泛、更高年龄层的观众群体，有效提升国民度与观众缘。稀释单一的粉丝特工形象，为商业价值的泛化与稳定打下基础。第3集，票房验证，完成商业闭环。关键动作是主演电影《德贤景致》取得商业成功。这部由孔生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以4000万成本收获 4.08 亿票房，成为贺岁档战争片总场次榜 No.1， 这是转型成果的终极考场之一。票房号召力是商业价值的直接体现，成功验证了其影响力能有效转化为大众消费行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的男性观众占比显著提升，3、4线城市成为票房主力之一。父亲带儿子2刷的叙述开始出现在观众反馈里，这意味着片子触达到了粉丝圈层之外的链条。外部生态耦合，成功背后的独特条件与壁垒。销战模式的成立，依赖于特定且难以完全复制的内外条件组合。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它转型成功的护城河。独特条件1：非常规的压力测试与沉淀期。227事件带来的巨大争议与事业暂停期，构成了一个极端的压力测试。这一时期被迫减速，客观上使其避免了过度曝光，带来了沉淀与反思的空间。2020年3月1日，肖战工作室发微博道歉，呼吁理智追星。2020年5月，肖战本人接受采访时表达不安与歉意，深夜在微博对粉丝喊话：“我不需要应援。”这种非常规的经历及大地锤炼和凝聚了核心粉丝群体的忠诚度，形成了强大的安全垫。2020年他发行的数字单曲《光点》几乎没有预热宣发，但最终创下惊人的销售数字，24小时销售额突破7300万辆级的数据被广泛引用。用市场反应证明了一件事，哪怕全网抵制声浪还在，它的基本盘购买力没有蒸发。独特条件2：强大的粉丝基本盘与试错空间。稳固且消费力强的粉丝群体，为其转型初期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提供了宝贵的容错率和初始关注度保障。2025微博娱乐白皮书显示，肖战的粉丝粘性得分为满分100分，商业价值指数 86.7 分居榜首，代言费转化比达 8.7， 行业均值1.3。这种基本盘使其有能力选择慢工出细活的路径，比如为了《藏海传》里的藏海，他减重8公斤，自学了3个月古代礼仪。合作导演后来在采访里说，
肖战对戏时不带手机进片场，标注的剧本笔记超过100页，这些都需要时间成本，而强大的粉丝基本盘为他赢得了这个时间。独特条件3，与顶级制作团队的深度互信绑定。肖战与正午阳光等业内口碑团队的多次合作，构成了另一个关键条件。《沧海传》由郑晓龙执导，《德贤锦志》由孔生执导，《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由徐克执导，这些名字本身就是品质保证。这种绑定不仅保障了作品的基础品质，也为其贴上了品质保证的标签，吸引了更多优质制作方，形成了正向循环。导演陆川在评价肖战时说，他的敬业让流量这个词有了新定义。一个导演愿意公开为演员背书，本身就说明了合作深度。完全复制肖战模式不现实，但其路径中蕴含的普适性方法论对行业有重要启示。对于其他寻求转型的流量艺人来说，以下3点或许值得参考。启示1：价值排序，长期口碑优于短期热度。肖战的选择显示了一个清晰的优先级，敢于投入大量时间成本，选择能提升专业口碑如话剧，拓展健康观众缘如正剧的项目，哪怕短期内曝光量或话题度有所牺牲。如《梦之梦》3年72场巡演，意味着那段时间他基本放弃了所有商业活动，放弃了刷存在感的机会，放弃了用热搜维持热度的捷径。但正是这种消失，换来了表演能力的质的飞跃，也换来了行业内部的认可。启示2：选择策略，绑定口碑团队作为转型杠杆，将选择合作团队视为比选择角色类型更优先的战略。优质团队是作品质量的放大器，能有效提升转型的成功概率与信誉积累。肖战在2023年先后得到了影圈大导徐克和剧圈大导郑晓龙的青睐，成为大导们作品中的一番大男主。和大导合作的这种机遇可遇而不可求，这不仅代表着演员的业务水平被认可，更代表着演员在娱乐圈的待遇和咖位可以更进一步。启示3：关系管理，引导粉丝生态走向建设性。通过自身言行与作品选择，持续向市场传递专注专业的信号，潜移默化地引导粉丝群体关注点从数据打头向作品支持和口碑维护迁移。肖战2020年之后最明显的运营变化之一，就是主动解散个人后援会，反复降温粉圈对抗性叙事，把我不需要应援这种话放到明面上讲。这套做法短期看起来不够顶流不应该疯狂控评吗？长期看反而是从塌房高发区搬走的第一步。窄门之光是特例还是新标配？肖战模式是内在系统化转型与外部特殊条件耦合的结果，其双重成功是艺人价值多维评估的典型体现。但这条路之所以被关注，恰恰因为它狭窄且艰难，它要求艺人有超越常人的定力、战略眼光，并需要机缘巧合的外部条件配合。它更像是一道需要精准匹配多项要素才能打开的窄门。2025微博娱乐白皮书构建了覆盖线上互动、消费转化与作品赋能的3维评估模型。评选逻辑已从流量追逐转向价值深耕。头部艺人通过作品、高产加社交高频构筑护城河。肖战开创的片酬分红合伙人模式，升级为资方认可的项目保障牌。在品牌方愈发看重长效 ROI 而非短期曝光的当下，肖战用专业态度与稳定输出，赢得了市场最珍贵的信任票。他的商业版图已覆盖23个代言领域，构成金字塔结构，基底是开小灶、蒙牛等国民品牌，中层覆盖飞利浦、安吉尔等科技品类，顶端矗立着7个高奢代言。Gucci 官宣代言人时，单条视频播放量2400万。
Tops 官宣当日全球断货，但国民巨星这4个字，说实话，它是整篇文章里最需要被谨慎使用的词。微博 Top 1可以量化，推荐值可以截图，央视8套的收视峰值可以查库云数据。但国民需要的是跨圈层认知度和自发的普遍好感度，这东西没法只用粉丝动员量来证明。你能说的是，在同一个最看重流量的战场上，他用6年时间从被那套机制碾碎过的人，变成了那套机制里还能同时站住3、4个赛道顶端的那个例外。例外不等于定论，但它足够让所有人重新算一遍账。很多人还在吵他到底配不配，但吵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如果一个2019年的流量按剧本应该在2021年消失，那他2026年还在让你不得不吵，这件事的成因就不在他的粉丝手里，而在他那6年每一天具体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里面。对于未来立志成为顶级艺人的人来说，肖战所验证的商业与艺术并重、流量与口碑共存的路径，是否会从今天的特例逐渐演变为行业的准入标准或努力方向？这道窄门是否会因为他的走过而变得稍微宽那么一点点？答案留给时间与后来者的实践。但至少现在，这个样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在内于这个公认最看流量、最不留情面、淘汰率最高的桌子上，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流量可以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可以被重新定义和运用的资源。关键在于你用它来做什么，以及你准备在它消失之前往桌上放些什么别的东西。你认为流量转型这条路对大多数艺人来说是可行的方向，还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特例？